叶晨提到烧鹅的那一刻，刘家辉和方嘉欣的表情均是忽的一变。作为一个地道的港岛人，刘家辉以前最爱吃烧鹅，但自从他得知商界才子出身的陈兆忠竟然窝在美国唐人街卖了20年烧鹅的时候，他便对烧鹅恨之入骨。因为只要他想起烧鹅，他就会想起陈兆忠；只要他想起陈兆忠，他就会想起方嘉欣跟着他私奔，弄得港岛人尽皆知的事情。而且更让他郁闷的是，方嘉欣这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，竟然心甘情愿地跟着陈兆忠在唐人街起早贪黑地卖了几年烧鹅，这一点更让他的内心感到深深刺痛。但凡是受过伤的人，哪怕表面上表现得再坚强，心里一定是脆弱的，或者在某一个特殊方面是脆弱的。刘家辉虽然在港岛实力雄厚，地位超然，但越是因为如此，他越在意当年戴过的那顶绿帽子。方嘉欣脸色尴尬，也是因为如此。他在刘家辉身边这么多年，其实一直非常受宠，再加上给刘家辉生下儿子之后，更是被刘家辉捧在手心。但是唯独当年那件事一直让他心里非常忐忑，因为他知道那一直是刘家辉的雷区，而刘家辉之所以把自己与他的资产隔绝起来，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雷区的存在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，他现在早已经成了刘家辉最重要同样也是最信任的人，而刘家辉的资产也自然会有自己一半。这就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叶晨见两人表情微妙，心中一阵好笑，嘴上却很好奇地问道：二位怎么了？是烧鹅有什么问题吗？刘家辉尴尬地说道：不是，主要是家中今日没有准备烧鹅，如果叶先生喜欢吃，晚上我让人准备。好，叶晨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我最喜欢烧鹅那种又脆又腻的口感，搭配甜口的桂花汁，那叫一个地道。刘家辉表情更是郁闷，他甚至一度觉得叶晨是故意提烧鹅来刺激自己。可是转念一想，知道陈兆忠在美国卖烧鹅这件事的人应该没几个，毕竟陈兆忠即将被遣返的消息也是最近才被自己放出去的，自己放出去的时候也没透露陈兆忠在美国究竟做什么。所以想到这里，他便稍微释然了一些，觉得叶晨可能只是碰巧提到烧鹅而已。随后他便硬着头皮陪笑道：看来叶先生对粤菜还是颇有研究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今晚我就让人多准备些卤水、烧鹅还有烤乳鸽。叶晨满意的笑了笑，竖起大拇指道：刘先生办事果然讲究。不瞒你说，我小的时候曾经跟随父亲一起来过港岛，很多记忆虽然都已经模糊了，但烧鹅依旧记忆犹新。刘家辉好奇地问道：哦，不知道叶先生可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烧鹅是哪一家？如果他还开着的话，我让佣人去给你买回来。叶晨点点头，回想片刻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家烧鹅店应该是叫陈记烧鹅，具体位置在哪我是真记不清了，但对味道依旧记忆犹新，毕竟那味道真是绝了，我到现在都回味无穷。陈记烧鹅便是陈兆忠老父亲当年在港岛开的烧鹅店，老人家苦心经营几十年，把陈记烧鹅做成了港岛最出名的烧鹅品牌，甚至连续多年登上港岛评价米其林餐厅榜单，在港岛名气很大。刘家辉听到叶晨这番话，恨不得当场猛抽自己2个大嘴巴，心中也忍不住骂自己瓜丢。我可真是嘴贱，好死不死的非要问他店名做什么。方嘉欣的表情更是尴尬中都带上了几分惶恐。叶晨提烧鹅也就罢了，
偏偏还提到陈记烧鹅，这不就等于大嘴巴子直接抽自己和刘家辉的脸吗？眼看两人表情都僵住了，坐在叶晨对面一直冷着一张脸的刘曼琼却忽然间默忍住，痴痴地笑出声来。刘家辉立刻转脸瞪着刘曼琼，气恼地问道：有什么好笑的？刘曼琼耸了耸肩，原本没什么好笑的，但你们两个的反应就太好笑了，人家不过是想吃点烧鹅，你们怎么一个个反应这么强烈？刘家辉带着怒气地说道：叶先生不知道其中缘由，你还能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刘曼琼淡然道，我每天只是晚上回来睡个觉，跟你们接触不多，我哪会知道你们和烧鹅之间能有什么渊源？刘家辉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知道女儿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但自己也不能把话说得太透，于是便转而对叶晨说道：对了，叶先生，不知道其他饭菜可还合你胃口？挺好，叶晨点了点头，放下筷子，咂了咂嘴，一本正经略带遗憾地说道：要是有烧鹅就完美了。刘曼琼听到这里再也没忍住，一下笑了起来。他那张冷艳的面孔浮上笑容时，竟无端生出两个浅浅的梨窝，搭配那古典美的容貌，果真称得上是沉鱼落雁，倾国倾城。刘家辉几乎无地自容，怒视着刘曼琼，呵斥道：不要再笑了。好好好，刘曼琼收起笑容，却还是难掩笑意地看着叶晨，问他：叶先生，你真不是故意提起烧鹅这个梗的吗？叶晨故作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认真道：刘小姐，我没听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刘曼琼一双美眸微微眯起，盯着叶晨看了片刻，认真道：为什么我觉得你在骗我？我有吗？叶晨一本正经地反问。刘曼琼点了点头，道：你有。叶晨微笑道：不，我没有。刘曼琼咄咄逼人道：你明明就有。说着，刘曼琼又问他：你是不是在努力憋着不笑？没有啊，叶晨说的笃定，认真道：我干嘛要憋笑？刘曼琼看着叶晨，大有深意地说道：因为你明明就知道烧鹅是什么梗，而且一直都是你主动在提，所以你心里肯定憋着坏，作为始作俑者，你怎么可能不想笑呢？叶晨微微笑道：刘小姐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一般情况下不会笑。说着，叶晨忍不住哈哈笑道：一般情况下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哈哈哈哈。